食散的味道还真是。哎呀，昨日里啊，胡言乱语的人还真不少，有说碰见妖的，有说遇到仙境的，说什么呢都有。哎呀，我倒是觉得成仙呀，还不如在这柳巷玩个3天3夜有趣呢。谁说不是呢？这长安可是天子脚下，阳气重得很，哪来的精怪？是啊，黄总领，千真万确，我真的见到了50伞。所以，你还是去了玉龙馆？这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看长安风致，看柳巷，美色近在眼前，而你却只看到了50伞。梅思史这个表弟，果真不同凡响啊。不过你说这50伞哪儿那么容易得？果真是50伞。送，跟上。大人，这猫公的法子倒是不错，如今百姓都在传。说这玉农馆的馆主滥用50伞，还意外将50伞落入了水源之中，才令得不少人饮水之后出现了幻视之症。小猫这招声东击西的确是不错，既查封了这地方，又解决了那些凡人对妖氏的流言。看上去，此次风波已然过去了。好巧啊，柳娘子。梅四郎怎会在此啊？哦，我这不听说柳巷这边有妖界幻境的流言，想着过来探探消息，没想到竟是50伞捣的鬼。梅四郎怎会来探求这流言？我读这白蛇郎写的《妖鬼札记》，见跋语中说，此书是白蛇郎给心爱之人所著。我想这白蛇郎心思巧妙，甚是有趣。我也想向他学习学习。啊，那梅四郎打算怎么学啊？哦，我不是平日里喜好作画吗？我想着亲自去收集一些志怪故事，然后做成一本画册，这不就是一份独一的礼物，送与柳娘子？想必柳娘子定会喜欢。走吧。哎，柳娘子。不过大人，那白蛇郎确实有趣啊。哎，方才柳娘子没有瞪我，想必她是喜欢这礼物啊。小郎君，他们都说我今年的桃子没结好，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买吧。那儿，到他家买吧。无妨，老人家，帮我装一些。这桃好吃吗？小郎君，小娘子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这上了年纪了，口里吧也尝不出什么滋味。这桃子酸吗？酸。无妨，我喜欢吃酸的。为何喜欢吃酸果？小时候住的地方有一棵枣桃树，结的果子又小又涩，比这个酸多了。可我每年都期待那棵树结果，因为只有那棵树的果子，没有人惦记，都是我的。哎呀，
难得小郎君喜欢。来，小郎君，再多拿2个啊！多拿2个。我跟你说，这桃树可不好养活了，一旦过熟，又苦又涩，生的呢还酸。哎呀，这大好时光啊，太短了。多谢老人家。听闻西山夏花将至，后日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好。小师兄捎信让我出城买马，看来是想通了呀。也不知是不是想出了对付妖氏的主意。若是没想通也无妨，只要离那狐狸精远一点，就还是我们长西宫的好弟子。霜降大师，狐珠娘子，霜降大师，你怎么来如意楼了？我是来如意楼吃饭的。这位郎君，是喝酒还是听曲儿？我要包一桌酒席。狐珠娘子，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就这些，够在你这大吃一顿了。不是，你还是……郎君这边请。走吧。狐珠娘子果真没骗我。快吃吧。怎么了？我们如意楼的饭菜不好吃吗？倒也不是。其实我今晚不单单是来如意楼吃饭的，待会儿还要去趟南街。这么晚去南街干嘛？师哥让我买马。买马？梅郎君最近阔绰了，不骑驴了？是上路需要。上路？若是好马，回衢州自然能快一点。你要回衢州了？是啊。所以此次前来，也是想找狐珠娘子道别。相识便是缘分，此番一别，你我只能来日再见。狐珠娘子，保重。霜降大师，狐珠娘子，你我乃是至交，你心中不舍，我心中亦然。但霜降自有霜降的使命，是必须去完成的。我是想告诉你，南街不卖马，买马得去北街。多谢狐珠娘子。就他这一块小碎银，怕是连桌上的一壶酒都买不起。是啊。既然狐珠娘子如此富裕，不如先把香料的钱给结了。够吗？够是够，不过显然狐珠娘子对我没有对那霜降慷慨。话真多。那梅郎君的表弟为了口吃的都要当街卖艺，你一个百年大妖跟他比什么？掌柜的，香料已经分发完了。掌柜，那可是上好的苏合香，咱们什么时候降价了？话真多，就是不够。
这大事了得挺快呀！怎么着，霜降大师，这条命归我了？师哥买马是为了拴车？是啊，武二娘子的马车太过引人注目，没想郎君亲自驾车而来，岂不是很贴心？师哥怎么想的？不是要走吗？怎么是看花啊？我看府上的画本里，都是郎君折花送与娘子。那些画本都一般的很，也有女子折花送男子的。是我狭隘了。若牵那头驴子来，就跟上次一样了。上次西郊之行，其实我曾梦到过五娘子。梦到我什么？行轻浮之举。我就说，自那之后，你就变得奇奇怪怪的。无妨，我梦回来便好。狐狸精！你说什么？那武二娘子真是只狐狸精！霜降大师，你骂人可以，不过你下次骂人的时候可不可以换一个词？别老狐狸精狐狸精的。难道还有比狐狸精更贴切的词吗？你干嘛？我看见你变火大，滚！可惜花期将近，若是有什么法术，能让百花常年盛开便好了。四季变换，花开自有其时。便是有法术，也不该违背天理。你笑什么？想起了国公府的猫。哪一只啊？一只梨花猫。你不怕它？它很是和善，倒是与我有些投缘。它那不是和善，它是怜香惜玉。它定是喜欢你生得好看，恰好我也喜欢。下山太久，是不是忘了长西宫之人不得动情？这不合规矩。小郎君，有些时候不用这么讲规矩的。我伤势应该好的差不多了，也该离开吴国公府了。你要离开？是。那我呢？什么？你没有其他话要跟我讲？你要走便走，我还能强留你不成？小郎君光风霁月，
想与我保持距离，那我也得识趣一些。走。驾！师哥，他们驾走的是你的车吧？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也赶紧回城吧。咱们又没车，又没马，有脚。把行囊拿上。哦。四郎，为何还没送进去啊？回家主，郎君不知为何将这房门给反锁了。反锁？啊！我就知道你这逆子！家主，让开！起来！起来！你既然是在做正经的事儿，为什么要把门反锁呀？爹，孩儿自是受了您多年的影响，才决定洗心革面，废寝忘食的用功学习。但我又怕您操心我的身体。你花言巧语的蒙谁呀？从前你沉迷于作画也就罢了，如今倒好，学会了斗鸡走狗，玩泥鳅。爹，他不是泥鳅。哦，这不是泥鳅。难道是文昌转世啊？对呀，他就是文昌转世啊。爹，这是孩儿多方托人跋山涉水，好不容易才请来的。有他在，孩儿今年定能高中。他还会写字，不信您看。他文昌转世，定会写字。他一定会写字的，他真的会写字。他。果然是文昌转世啊！你看，这分明是个文字啊！爹，你从哪儿看出来它是个文字？看，神明在上，我愿奉上千金，3生6畜，为您重造金身，只求保佑我儿今朝得中，只求保佑我儿今朝得中。其实你要真的对他有意，又何必着急把话说开？多留他几日嘛，快活几日算几日。不明不白的，多没劲啊！人家未曾想再进一步，就说明我在他心里没那么重要。难得啊，咱们武二娘子头回为情所困，总得让我伤心个2日吧。成，那我就找几个武官小妓陪你唱唱曲儿，让你热闹几天，定然就把那负心汉忘了。好吧？
今夜就在这儿歇脚吧。先吃。慢用啊，慢用。哎呦，二位，这边请。二位是打尖儿还是住店呢2间厢房，2碗阳春面。还要那个碟松醋鸡、秋葵炒肉、冬苋醋芹，水盆羊肉，还有糊饼。您能吃了吗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付得起。嘿，劳烦坐吧。哼。哎，小石哥，你说那人是不是有病啊？还没入秋呢，穿这么多，我都说得冒汗了。勿讲他人是非。这是房牌，请收好。既然要吃这么多，那你也得动一动，把这些行囊放到屋里头去。哦，好。几位，打尖儿还是住店？看不出来吗？这阵势，老子们打劫！打劫！郎君很是阔气啊！别过来！你说不过来就不过来，以为自己是大仙儿啊？还笑？交钱？交钱呢？没有。怎么不肯给？在下身上并无半两钱财。我看你这身装扮，出远门不带钱，不太可能吧？带了，不过包袱在屋里，不如我带阁下去取。不必。你当老子是第一天出来混呐？像你这样细皮嫩肉、自作聪明的人，老子见多了，还想骗老子？小二，哎，
长司，去2楼。好。都说玉鹤难填，看来古人承不起我。哎，奶奶的，你的房间会吃人吗？怎么上去都没动静啊？不如你亲自去瞧瞧。我？不然他们都上去了，你可要掉队了。怎么还有一个还不上来啊？就这个最聪明。小二，报官。快点，走，走！哎，瞪什么瞪啊？郎君，在下昆州裴季雅，多谢二位相助之恩，不知二位高姓大名？在下梅竹雨，这位是射地双将，不必多谢。方才之事，也是为了自救。恩情自是该报的，不知二位用过晚膳没有？不如在下做东，聊表谢意。师哥，要不……多谢，请。双将郎君若还有疑，但问无妨。你怎么穿这么多？我有病，娘胎带的。我自小身体羸弱，见不得光，3伏天都得多披2件。哎呀，真是可怜人。双将郎君，下一问是？没了。今日见到梅兄，是裴某有幸。梅兄智勇双全，裴某不胜感激。在下不会饮酒。小师哥不喜饮酒，裴郎君，我陪你喝。以茶代酒。郎君风尘仆仆，可是从长安而来？正是出来游玩。真好。我自幼长在长安，后来因家事离开，现居昆州，很多年没回来了。早听说长安现在清静许多，各界都颇有规矩。裴郎君所言各界是指？裴某说的是，朝廷各部颇有规矩。
郎君莫怪，小生素日以制香为号，对气味颇为敏感。说起来，郎君身上的气味倒是颇为丰富、有趣。什么味道？身上有一些阴柔制皮革的气息。马鞍可是新配。你怎么知道？梅郎君身上还有些许药味，艾叶、桂枝。近来可是受过伤，这都闻得出来。还有一些女子的气息。这句是玩笑。我见梅郎君一表人才，想必有不少女子心者，各自打趣。说到女子，倒是想起我的青梅竹马。还记得小时候，我身体不好，外人见了我，避而远之。只有她待我不同，我与她心心相印，情投意合。只可惜世事不如人愿，家中远迁，去了昆州，将我二人分隔天涯两地。我这半生，为了我这陈科救急，吃了不少苦。可再苦，我都忍得下去。我总记得，我唯一一次哭，就是因为他。以前身体不好，纵使心中万千喜欢，也不敢求娶。如今身体渐愈，我立刻奔赴长安。这一次，定不叫他失望。裴兄弟不远万里奔赴长安，用情至深，真是感人肺腑啊！郎君呢？可有心仪之人？有。可否说说二人的故事？人生自是有情事，只是我与他没这个缘分。原来如此，梅郎君有出世之见，可我就是个俗人，只想和他结发夫妻，长长久久。梅郎君，不助我一句。相去万里，也可深远心境。若彼此真心相待，天定不负人意。多谢郎君。这是我最近吃的最饱的一天啊！这裴郎君人真不错，小师兄，你认为呢？奇怪。奇怪？哪里奇怪啊？我觉得这裴家郎君同我们有点交浅言深了。嗨，这裴郎君看着身子虽然弱了一些，可为人还是挺热情的，估计啊就是爱说话吧。也许吧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应该就是吃太多了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把手给我。怎么样？没生什么重病吧？看脉象来说，像是吃坏了肚子。行。可为何还有一丝中毒之象？走，
去找大夫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二位慢走啊。郎君锁。这姓梅的倒是谨慎的很。官差那边打点的如何？使了些银两，那些劫匪过几日便都能放出来了。这局做的天衣无缝，郎君不必担心。郎君，这个屋内只有那个大个子的包袱，可要打开看看。不必，我对他毫无兴趣。郎君，婢子不懂，郎君本小独捣那梅竹雨，怎么只读了霜降？我这次用的是香毒，需要配合酒水、食物。可这梅竹雨，酒未饮，饭未食，自是无用。原来如此，那姓梅的给郎君添堵，要婢子说就该要下的狠些，要了他的命才是。长安传来消息，他跟表妹也毫无干系。一个败军之将，杀他干嘛？而且我这么善良。郎君说的是。罢了，好歹见到了人，也知道表妹喜欢什么样的郎君。去长安。杏花翩然一瞬，万物失色，留下回忆酿成的苦涩。写满相守的诺，如风烟波，甄嬛无你怎值得？往日悲欢离合，容梦纠葛，最痛不